Hello， 大家好，我是说装修的小李哥。上一集我们用了3个常见的错误观念，和大家分享了加拿大油漆的成分、毒性，还有灰板底漆的正确功能。还没有看过的朋友，欢迎您先点击观看哦。这一集我们再和大家探讨另外3个关于油漆的错误观念，相信可以让您对加拿大室内漆的施工方法还有材料选择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喜欢房屋装修相关主题的朋友，请您订阅我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任何的精彩影片更新哦。好，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还记得小李哥在第1集的片头说的故事吗？我在加拿大的第1场工作犯了最大的错误，就是在油漆当中加了水。在台湾呢，水性漆在刷之前，我们是必须在这个油漆当中添加 10% 到 20% 的水来稀释一下。会有这样的做法，是因为台湾的墙大多都是水泥墙。水泥墙呢，我们还用了补土去把它磨平，这样的墙吸水性比较好。所以呢，如果油漆太浓稠，这样很难施工，也非常容易产生刷痕。简单的说呢，就是在台湾刷室内漆，如果你不加水，其实很难刷得动。那在加拿大，因为墙的本身根本就不是水泥墙，我们刚刚讲过，墙的表层其实是一层纸，然后呢，我们在这层纸板上面已经涂好了树脂底漆，所以呢，它就等于是一层塑料的表面。在塑料的表面，如果油漆太稀的话，一刷上去，油漆就会很容易流下来，它根本就没有办法粘附在上面。所以我们在加拿大，油漆里面是不可以加水的。除此之外，加拿大主要的刷漆方法是滚刷法，也就是用油漆滚去上漆，刷子呢反而只是辅助的手段，只有一些边角我们才需要用到漆刷去处理。所以这边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如果你看见一个油漆师傅发现他在油漆桶里面调水，这在加拿大其实是一个十分不专业的动作。小李哥呢曾经跟一个油漆师傅争论，如何去计算一场工地要买多少桶油漆，结果那位师傅算出来的油漆量和小李哥算出来的油漆量差了将近一半。我们在探讨原因的过程，他就自己爆料了，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在油漆里面加水。和大家分享这个经历呢，只是想提醒大家，在加拿大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大家找装修师傅真的要很谨慎小心。在加拿大有些时候，我们必须要把墙面打开，比如说呢，我们要修水管啊，修电线，或是你要加一个插座，加一个开关，加一组灯，我们都可能需要去开到灰板。就像小李哥团队最近在做的这场工程，我们要更换全屋的灰管，我们要把从总水阀走到全屋各处的进水管全部都换掉，这样我们一定免不了要在墙上挖一个一个的洞。我们在换完灰管之后，我们当然要把灰板补回去，重新补土磨平，然后再油漆。有很多的朋友问我，我们是不是可以只漆我们开的那一小块区域，这样可以节省一些油漆的费用？事实上呢，我直接跟各位讲，只要是局部的补油漆，不管技术怎么好，都会看到一定程度的色差。说到这里，小李哥就一定要介绍一下，在加拿大买油漆和在台湾有什么不同。之前我们在台湾，水泥漆、乳胶漆的品牌，其实最常用的大概就只有3个，就是红牌、得利还有立邦。其中呢，红牌就大概占了 70% 以上，大多数的工地都是用红牌油漆。那室内的墙面呢，也就是3种主要的漆色，就是象牙白、百合白和玫瑰白。顾名思义，象牙白就是比较偏黄，玫瑰白就是比较偏红，百合白就是比较接近纯白。当然呢，得利在台湾也有推广电脑调色，但是始终流行不起来，市场的主流还是这3种颜色。当然啦，这些颜色又有分为平光和亮光，但是大部分的室内漆都还是会选平光漆，也就是比较雾面的。所以如果是在台湾，你想修补一小块墙，
你真的比较容易找到完全一模一样的油漆。这一点在加拿大就完全的不一样。首先说品牌，在加拿大主要油漆的品牌有 Benjamin Moore， 这是北美的第一品牌，还有 Dulux 就是得力，这在台湾加拿大都有，然后还有 Sherwin-Williams、Coverdale， 最后加拿大两大材料的卖场 Home Depot 和 Rona 也都有自己品牌的油漆，贝尔和 Sico。 这还只是比较主要的牌子，如果再加上几个比较小的品牌，那就有10几个了。每个品牌还都有出各种等级的油漆，比如说 Benjamin Moore， 我们不算它特殊用途的专用漆，它就至少有4个等级的室内油漆。这4种等级的油漆刷出来的漆面光泽都会有一点点差距。我们再来讲颜色，在加拿大油漆的颜色一定都是现场调的，所以在加拿大选漆色可以非常的个性化。小李哥给客人挑颜色，就是给你一本色卡，那本色卡里面大概有成千上万色吧，总之我是算不出来有多少啦。再来，除了颜色之外，加拿大的油漆的光度也有很多种。我们同样以 Benjamin Moore 的室内漆来讲，它就有分为7个光度，分别是 Gloss、Semi-Gloss、Satin、Eggshell、Low-Sheen Eggshell、Matte 和 Flat。 这么多的品牌、等级、颜色、光度，光用听的我们就一头雾水了。那我们把它组合起来，我们要找出一模一样油漆的可能性，其实几乎趋近于零。很多油漆师傅说可以刮下一块旧墙皮，拿到油漆店去配色，但是呢，就算那个光电感应器非常的神准，可以100%的找出颜色，那也没有办法在光度和质感上面达到一致。更何况呢，再好的机器，它要配颜色也只能做到 similar 而不是 perfect。 就算你拿到之前留下的油漆桶，也买到了完全相同的油漆，也可能因为旧的油漆褪色造成色差。这点我想大家都知道，油漆会因为阳光的照射、氧化这些因素，逐年的发生一些小小的变色。大概5年以上的墙面就会和你新刷上去的同样新漆有肉眼可见的色差。更何况加拿大30-50年以上的房子到处都是，所以呢，你想要局部的修补油漆，你如果要求油漆师傅是要修补到完全看不出来，那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想要修补一块油漆，最理想的方法是修补整面的墙壁，当然也不必到刷整个房间，而是刷有受伤的那一面墙。小李哥自己的工地也都是这样做。所谓的色差，每个人接受度都是不同的，也没有一个衡量标准。小李哥认为呢，如果你要做，就要做到最好，不要产生这些不必要的争议。尤其是你房子要上盘出售，甚至你是租客想要退租，我都建议你把整片的墙都刷起来，那样可以大大的避免你日后返工的麻烦，也不会有任何的争议。一次把工程做完，大家心里都愉快，您说是吗？说到油漆的价钱，通常加拿大每一个油漆品牌都会有自己的品牌价值和商品定位。我们还是以小李哥最常用的牌子 Benjamin Moore 的油漆来举例，它是所有油漆当中价钱卖最高的。那它的品牌价值就是它的相对应的特殊功能。Benjamin Moore 就是强调它全系列的墙漆都是完全无毒的。市面上大多数的牌子都只能做到原漆无毒。调色前的原漆因为是白色的，所以呢，也有人把它叫做底白。原漆呢，经过电脑调色，按照比例加入色浆，就可以调成各种颜色的成品漆了。原漆呢，要做到无毒，并没有什么稀奇。毕竟呢，原漆的成分里面大多都是无机物，细菌对这些东西也没什么兴趣。但是呢，色浆为了要稳定颜色的表现，防止变色，要把色浆做到无毒，这个就是 Benjamin Moore 的独家技术了。他们的油漆强调的就是，即使你不小心喝到一点点，也都是对人体没有毒性的。不止如此，他们家的油漆还强调，色浆用的是完全天然植物的成分，所以刷完的味道很自然，没有刺鼻的化学味，还能保证10年不褪色。这样的专利配方，当然就配上了较高的价格。同样是 Benjamin Moore 的油漆，
他们自己都有分很多的等级。你也可以说他们自己内部还有子品牌。以价格来说，分别就是 Aura、Rager、Ben 和 Ultraspec。那这些子品牌主要的差异是什么呢？主要的差异呢是在上漆技术的难度。我们简单来说就是分成3类。第一类就是给我们工人刷的，第二类呢就是给比较有刷漆经验的 DIY 客人，第三类呢就是给一些新手刷的高盖色能力的漆。那这4种品牌呢，最大的差异就是它的盖色能力。像小李哥这种专业的油漆师傅，我们可以把油漆刷得很均匀粉嫩，所以呢，太强调盖色能力好的油漆会做得比较浓稠，干得也比较快，这样反而会在墙上留下较多的颗粒感，会影响我们刷完的质感。所以呢，我们这些有经验的工人都会选择 Ultraspec， 刷完的漆面质感会比较好。但如果你是刷油漆的新手，第一次的 DIY， 我还是建议你多花一点钱买 Aura 或是 Rager 等级的油漆，盖色能力比较好，比较不容易失败。这就是一个价格不等于品质的例子。油漆的盖色能力好，材料成本就高，所以呢也比较贵。但是刷完的墙面质感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其他油漆的品牌也都会有类似的现象，有自己品牌的核心价值和商品定位。比如说呢，像是 Dulux 的油漆呢，在亚洲国家也有。Dulux 油漆的品牌价值是什么呢？就是它油漆刷出来颜色会特别的鲜艳，而且 Dulux 的油漆盖色能力相对的比所有的油漆都好。所以如果你想要刷比较鲜艳的颜色，比如像是地中海蓝啊、亮桃红啊，以水性漆的化学成分来说，想要做到像电脑显色这么漂亮，那是有点困难的。这一点 Dulux 的显色就非常的棒。我们再介绍一个牌子，就是 Sherwin-Williams， 它有一款油漆，我就觉得很值得推荐给大家。它是添加了竹炭的竹炭漆。添加竹炭最重要的功用就是吸臭。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加拿大的室内漆是无毒的，但不代表一定没味道。任何一款油漆都有它自己的味道。那这个竹炭漆呢，除了它自己没有什么味道之外，它还可以吸收空气当中的一些异味。这个商品呢，在台湾好像就叫做净味漆。这个功能呢，在加拿大其实就非常的好用，因为呢，加拿大的房子为了要节能，为了要节省冷暖气，房子的本身气密都很好。如果你在加拿大的房子中做中式的餐饮，中式的餐饮味道都会比较重，比如像是韭菜啊、葱啊、蒜啊之类的调味料。时常呢，你一走进中国人的家里，大概就会知道他们家昨天晚上吃什么。这种净味漆里面的竹炭成分，就可以尽可能的减少家里面的异味。所以呢，我们不能简单的粗暴的认为，越贵的油漆品质越好。这些功能性才应该是你决定选购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些功能最终决定了商品的成本和价格。我们应该要明白自己真正的需求和预算，来选择最合适自己的产品。因为影片时长的关系，这一集的影片我们就先聊到这边。今天影片的内容大多数都是小李哥的经验谈。面对装修工程，屋主总希望能节省点经费，师傅呢总想着能够多赚点钱，这些都无可厚非。但是再省呢，也不能省到品质。想赚钱也不能偷工减料，或是推给客人无用的商品来从中获利。客户把钱花在刀口上，师傅呢把精力用在品质上。装修房子应该是一件大家都开心的事，至少它不应该是件糟心的事吧。希望小李哥的影片可以帮到大家。如果您有任何的装修问题，欢迎您在下方留言和小李哥讨论。您的留言小李哥都会亲自的回复哦。最后祝您平安喜乐，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咯，拜拜。